大家好，我是阿树。在日本纪行的第2集影片中，我将从日本的美食之都大阪前往日本的千年古都京都市。今天我和你一起游览京都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二条城。这座城堡建于1603年，由结束日本战国乱世、建立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下令修建。那么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堡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话不多说，和我一起开始今天的京都之旅吧。今天是在大阪的第3天了，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从大阪坐地铁去到40多公里外的京都的，通过3条地铁线路。这个小区的一些自行车。入居者募集，这是招租户啊。全身按摩，30分钟2000日元。现在日本的一些酒店青旅啊，它的入住时间都是下午的3、4点，早上10点就退房了，住得晚，然后退得早。这是黑门市场，是大阪最有名的一条这个海鲜美食以及卖水产的一个市场。黑门市场又被称为是大阪人的厨房，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后期，最初因商人在附近售卖鱼类而形成。数百年来，这里一直承担着为大阪居民提供新鲜食材的角色，海鲜、肉类、蔬果以及河豚、寿司等特色食材，让黑门市场成为大阪饮食文化的缩影。如今的黑门市场既保留着传统市场的烟火气，也成为游客认识大阪食文化的窗口。穿过580米长的街道，听鱼贩吆喝，看商家处理食材。这家是网红店吧？大早上的9点钟，这么多的顾客在这里排队喝豆浆。这个豆乳应该是豆浆是吧？我还以为活的呢，这小奶牛。买一个这个叫蛋糕，然后喝一杯豆浆，是这个可能列入榜单的一个早餐标配了哈。炸天妇罗，那个明码标价的哈。鳗鱼饭，还有寿司。寿司鱼子酱3000多日元一盒。哇，好大的一个蟹腿啊！你看这是我的手，5500日元一个，是那边叫烤蟹腿。我前2次路过这里都是傍晚啊，我就是人这么少，原来这个是早上营业的。扇贝，哇，都好大的哈！海胆，哇，这蟹腿都是超大的。这些都是假的样品啊，特别逼真。拉面，日本的拉面有3个是很著名的，一个是东京的酱油拉面，还有一个就是九州豚骨拉面，还有这个北海道那边的札幌味噌拉面。之前听过一本英国剑桥大学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专家顾佑朋的拉面，副标题叫《食物里的日本史》。了解到拉面并不是古代日本的独有发明，而是一种由中国流传而来的进口货。早在唐代，面条呢就从中国来到日本，而到了12世纪，拉面的重要配料
味噌跟酱油也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传入，最终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的开放迎来了大量的中国移民，拉面就诞生在随着移民而来的中式餐厅里。也是样品吧，鳗鱼，你看这一小份1000日元。Yeah, which country are you from? I'm from Bangladesh. Bangladesh. So how long you been Japan? 2 years. Huh? 2 years. 2 years. Oh. It's in life. Oh. I see. I see. Number 1. Good morning. Have a look. Hi, no. 在日本第4天了。这些天，无论是在这个餐厅还是情侣啊，都看到了不少长相看着不像日本人的人啊，很像东南亚或者是这个南亚人啊。后来我查资料了解到啊，因为这个日本劳动力紧缺嘛，然后老龄化又比较严重啊，所以从很多外国引进这个劳动人口啊，特别集中在这个清洁呀、餐饮呀，还有这个服务行业啊，主要来自越南，包括这个菲律宾，因为菲律宾英语比较好嘛，还有孟加拉，还有一些尼泊尔，包括这个台湾啊都有。はい、どうぞ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どうぞ。试一下这豆浆啊。哎，这个250日元啊。这些牡蛎上拧了一点小柠檬，好大一个，一个是980日元。大阪的投资房产3000多万然后里面是没有放任何糖的，它就是豆浆原来的那个原味儿。因为要坐地铁1个多小时啊，所以先吃个早餐吧。这里有一家玉子烧啊，里面人满了，所以在外面排队。日本的餐厅经常是要在门口排队的，好像啊。营业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啊，然后休息2个小时，下午6点再到晚上10点。天妇罗380日元，各种。这个是三文鱼啊，450日元。再来一碗米饭。这里应该是1000多日元吧，哈。纳豆是怎么吃的？它里面是这种豆子，有一包这个，一包这个。纳豆让我想到前面《拉面》这本书说到的，这个面食的传入，初步打破了日本传统以鱼贝类、水产、稻米和山菜为主的饮食结构，在随后的几百年里，构成了未来日本拉面的几样关键配料，也相继诞生了。比如1254年，一位日本高僧从中国带回了一种大豆为原料的调味品，也就是味噌酱的制造技术。在制作味噌酱的过程中，大豆酱油也诞生了，给日本传统平淡无味的食物带来了咸鲜的口感。第一次吃到纳豆，口味对我来说有点不太习惯，就是黏黏的，然后没有经过调味哈，更多的是保留这个豆子发酵后的一个原味，口感有点像拉丝的煮熟的豆子。关于纳豆的起源，传统的说法是，过去日本寺院呢有一个叫纳所的地方，负责管理厨房跟粮食，因此呢，这种发酵豆经常呢在寺院厨房制作，所以被称为纳豆。
那么在日本古代呢，肉食受到佛教影响的限制，所以呢，僧侣不吃肉，普通民众呢，肉类摄入人也很少，因此大豆成为重要的植物蛋白来源，而且它有几个优势，比如保存时间长、营养丰富、制作成本低，不需要肉类，所以它逐渐成为日本农村跟寺院的重要食品。后来到了江户时代啊，它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街头早餐。这个小贩走街串巷，挑着竹筐出售新鲜的纳豆，所以呢，那个时候江户人的早餐标配就是米饭、味噌汤加纳豆、海带、金针菇，这个咸咸的、热乎乎的，然后有一种特别的风味，有点像酸，但是又不是酸。这个是日本北海道那边啊，因为那边很冷啊，所以那边吃面的时候啊，常常就来一碗这个。就很舒服，汤是140元。我了解了一下，白色的这个叫白萝卜泥，通常跟这些煎的秋刀鱼啊、这个三文鱼啊配菜，用来解腻、提鲜、帮助消化的。这米饭吃完了，这个鱼呢，我是就着这个带点甜甜的豆腐吃的，这个就有点微甜，而且这个呢，这个鱼又在我看来有点过咸了，所以就两个综合一下。这个是白萝卜泥，带一点点苦味的，就是解腻。这个包了这个高野豆腐和白萝卜泥的一个煎鱼，基本吃完了。就是这个纳豆不太习惯。我比较合胃口的这个鱼跟这个茄子都还不错。这个味噌汤呢，就咸咸，里面带一点点这个回苦啊，好像是。消费1310日元，纳豆130元，高野豆腐150元，煎鱼是450元，茄子是240元，饭是200元。出发，京都。我当时在大阪是在自助兑换机上兑换了日元，100人民币大约只能换到1800日元左右。所以当刚才一顿简单的午餐消费1300多日元的时候，换算下来接近人民币70多元啊，让我感受到了日本饮食价格的不同啊。对于习惯了中国丰富且价格亲民的饮食来说日本日常饮食的价格确实让人觉得性价比没那么高。前面那辆车就是一直在语音播报着，然后坐在车里面的人这个伸出头来，双手跟群众呐喊然后打招呼竞选的一个活动。我发现日本买票，特别是你需要换乘的时候，还是难住了好些人的。像我也看了好一会儿，比如说我要去的那个站，它写着650日元那我就买这个650日元的。从大阪怎么去京都？看一下，先是坐这个借京线，从日本桥到这个淡路换乘阪急京都线，然后在乌丸站下车，乌丸站再换乘乌丸线到九条站下车，总共呢42公里我们看一下，现在11点13分，到京都的时间是几点？大概要1个多小时。现在到了淡路站了，要换乘阪急线。坐上开往京都的列车，窗外的景色开始慢慢变化。
刚离开大阪市中心时，映入眼帘的还是高楼、商业街和密集的城市建筑。但随着列车向北行驶，城市的节奏逐渐放慢，住宅、河流、农田和远处的山脉开始交替出现。其实大阪和京都之间的距离并不远，大约40多公里的距离连接着大阪与京都这两座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城市。京都曾经是日本长达1000多年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大阪依靠河流跟港口发展起来，成为日本重要的商业城市。一边是皇宫寺院和传统文化，一边是商人、港口和庶民生活。两座城市性格完全不同，却共同塑造了今天的关西地区。来到了这个叫继续换乘。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到9条站的话呢，它有相应的一个这个220就是价格，所以呢买票的时候啊就买220日元的一个票。日本地铁是挺贵的，坐2、3个站就10多块钱。看地铁站，到这个站就比较冷清了。对面是鳗鱼饭哦，京都站9条站。10条站，所以从大阪坐地铁来到这个京都花了870日元。这个离开大阪市区以后啊，这个地铁站好像就没有那么人来人往了。我看前一名中国游客也在咨询，我才发现他手上拿的翻译机跟中国游客交流啊，就是一些哪个站离目标点最近啊，都可以向他咨询啊，还挺热心的服务的。刚出地铁站，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太热了，应该有35、36度，体感温度。在京都就比较容易能见到穿和服的这个女孩啊，还有穿和服的男子啊。毕竟这里是最多古建的一个日本城市。哦，太热了，这比越南热。比越南胡志明还热。从大阪来到京都啊，最直观的一感受是，好像从大城市来到了这个没那么大的城市，来到小县城的感觉。这里就是很有，你能够更近距离的看到当地人的生活了哈，就不再是熙熙攘攘的游客身影了。你看，晾衣服的朝鲜食物。OK， 进到酒店的一个大厅了啊，在下午4点才能办入住，所以先寄存行李。因为京都是从2018年10月征收住宿税啊，所以呢，我到了酒店前台这里又额外付了200的住宿税。日本啊，不下雨的时候，真的这个蓝天白云，而且又很热。4天前啊，我这个飞机降落到大阪机场的时候，我走在大阪的那个街道上。哇，那种新鲜感像是穿越了一样，但这种新鲜感啊，大概几天以后就慢慢的退却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啊，有新鲜感，你逛个街道都觉得很有趣。那现在的话，就颇有一点那个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让你持久的感到很新鲜。想到这一点，就有一种怅然若失啊，因为世界上又少了一个能让你有到充满新鲜感的地方。走到地铁站，看一下这个瓶装可乐190日元，花800日元买了一张京都地铁1日票。
虽然现在下午的2点多了，但是你只要坐3趟地铁，你就值回这个票价了。太晴天神窗，刚出地铁站就看到2条城的一个城墙了。看一下日本停车场的收费啊，120分钟以内是收1000日元啊，那么每超过60分钟额外收200日元。哦，即便戴着墨镜啊，这个蓝天白云都显得非常耀眼。这个从大阪到京都啊，都是这种蓝天白云的。套票是1300日元，这个只是入城券的话800日元。中学生跟高校生，它的优惠幅度呢还不如小学生啊。这护城河跟大阪城相比是差了一点，没那么宽，但是它上面浮了一些绿植。消费800日元，大概40多块钱。世界遗产2条城啊，我们了解，像这个德川将军呢，在1603年呢就结束了这个日本的这个战国时代啊，群雄割据的时代，统一了日本。那么他在京都的一个驻地就是2条城啊。这个城门现在有部分在翻修。我们从卫星地图呢也能看到这个2条城的一个格局，它也是有这个外窟跟内窟的，也就是2条护城河，保护这个城堡的一个安全。2条城应该是咱们在日本旅行的第一个参观的世界遗产啊。资料显示，这2条城是由德川幕府在1603年建造，用于保卫京都皇宫，并作为来访将军的官邸。它于1626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翻修。我们现在所在地在这里啊。我们看一下2条城的一个格局。建于1603年的2条城是由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的德川家康下令修建。当时京都虽然是天皇所在的城市，但真正掌握全国政治权力的是江户幕府的将军。2条城就是德川家康为了进入京都时的居所，也是向朝廷展示幕府权威的重要场所。与许多高大雄伟的日本城堡不同，2条城没有建在山上，也没有巨大的防护城墙，它更像是一座位于京都市中心的政治舞台。城内最重要的建筑就是眼前的二之丸御殿，至今保存着江户时代初期的风貌。这里有华丽的金波屏风、精美的藏壁画。二之丸御殿是德川将军在京都处理政务、接近朝廷贵族和诸侯的重要场所。这里曾经举行过许多重要的仪式，其中最著名的一幕发生在1867年。当时日本国内要求改变政治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在二之丸御殿召开会议，向各地大名宣布决定将国家统治权归还给天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政奉还。它意味着持续约260年的德川幕府时代走向结束，同样昭示着日本武士统治时代的终结。在1994年，2条城作为古都京都文化财的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些钟是用于向周围民众通报火灾和其他紧急情况，悬挂在京都所司代的别墅中。2个木门。2条城之丸庭园。
还有个小瀑布。这就是内窟了，这是第二重的护城河，保护里面的主城堡，重要文化财产明子门。哇，这个水好绿啊！在这喝口水。这个门可以说一层又一层，看这个铁感觉都生锈了，里面的木头。重要文化财产。要到那个地方才能进到内城里。重要文物财产西门。存储粮食的，就在内窟的外沿。我们是从那边东大门啊，然后走过来，然后再绕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能走这个石桥进到这个叫本丸御殿里面啊。里面呢有天守阁祭、本丸庭园，还有本丸御殿。它的两角是有一个土葬的，土葬的话就是用来存放这个货物的一些仓库。这里就是通往内城的一个桥梁，这一条是第二层的这个护城河内窟。这些巨石，哇，很有特点。这个就是这里的一个内城核心区域的一个正殿建筑啊，叫本丸御殿。在日本传统的城堡中，通常是由3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本丸，也就是城堡中最中心、最重要的区域。那么二之丸，第二重防御区域；三之丸，外围的区域。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二之丸御殿是德川将军在京都接见大名、处理政务的重要场所，那么往城内深入的本丸御殿呢，就是容纳将军家族生活的私人空间，展现的是统治者更私密、更日常的一面。今天的票已经卖完了，还进不去了，所以这里2个御殿都是进不了的，本丸御殿还有这个二丸御殿。从本丸御殿再往前走，又路过一个门，还有一些这个阶梯。这是内城的另一个门，看这个门的话，好像现在处在维修中。
只能走到有限的位置。所谓的本丸是日本是指的一个城堡里面内城的部分，应该是叫内城的一个花园。看来这个德川幕府的将军武士们啊，在不打仗的时候也喜欢跟大自然。在内城有一个小高台，它叫天守阁记，这是唯一一座有天王亲临的天守阁。咱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地基的，因为在1705年的时候发生火灾啊，然后就没有再重建了。你看它这个地基都那么高，这个地基都有一棵松树那么高。也可以俯瞰一下这个2条城，看远山丘陵绵延的。你看内窟跟这个主城之间有这种阶梯啊，是不是当时集会的时候一些武士就坐在上面？那个就是内城的一个核心建筑，叫本丸御殿。你看青山绿水，走入内城的一个桥梁。我看了一下京都这个地方的一个四周啊，也是四面环山的，就是四周的话群山绵延啊，可以说当时它能成为这个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的一个京都啊，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四周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嘛。为什么不设在大阪？就相当于中国的这个天津跟北京啊，为什么不设都在天津，而是在北京？就是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战略需要嘛。粮仓，清流园，昭和40年，1965年。东大守门进，东大守门出。